新来的小编撑不到一整天就挂了，直接离职他甚至呢想趁我不在的时候就想跑。台湾现在就业环境就是如此。昨天报道上半天4个小时，今天再来上4个小时，一起来呢就看到我们同事已经拿保密条款给他签了。现在产学脱节太严重，讲说因为现在孩子嘛，你说早熟也早熟，但是早不熟也早不熟。就早熟的部分是他很早就接触到很多的 idea 跟资讯，所以看起来很早熟，但是其实每个想法都很不成熟。这是台湾目前的困境。你要创新创业，问题是整个社会风气已经彻底的改变，所以我认为未来中小企业真的会受到巨大的冲击。台湾要快乐没快乐，要填鸭没填鸭，可是功课压力还是大，形成一个要上不上要下不下，所以导致你什么都没有。现在可能工作的机会真的很多，所以大家就是可以随意移动，反正再大不了骑个外送之类的也可以给兜底，所以大家就不怕失业嘛。我们这遇过各种理由跟男朋友感情出状况的辞职，工作3天，第1天就眼眶含泪，然后第2天呢就已经快撑不下去了，第3天哭就辞掉，你就觉得哇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he host. 我们新来的小编撑不到一整天就挂了，直接离职他甚至呢想趁我不在的时候就想跑，是其他同事劝他说还是要当面跟老板讲比较好。虽然可能到底我这个劳健保加了复退都还来不及退，所以我也是觉得也是蛮佩服的。台湾现在的就业环境就是如此。昨天报道，然后上半天4个小时，然后今天再来上4个小时，然后刚才说要去吃饭，吃个饭回来去休息嘛，然后我们小编把我叫起来。我一起来呢，就看到我们同事已经拿保密条款给他签了，这个没有办法。现在产学脱节太严重了，所以有这状况我也不是意外啦。他是礼拜1来面试，谈得也算愉快，然后态度也不错，其实感觉得出来是一个善良的人但是他之前待的是车厂这样子，那我想到他想跨行嘛，那跨行这事情也不是说没有过啦，而且他之前待的工作也都有超过1年。我跟你讲，现在在台湾是这样他履历如果没有到3个月换工作，差不多超过半年，其实基本上他就算是可以待比较久。以前我们说刻骨铭心的爱情要几年，7年10年，对不对？现在刻骨铭心的爱情可能只要3个月就是速食化的概念嘛。所以我们现在在看履历大概是这样的，人都是互相的，因为现在少子化。那我觉得台湾出现很严重的产学脱节问题，就是说不仅仅是在他学的跟他的做的有很大落差。我们几乎本科系的2海本科系的嘞，其他的都是沾得上边就已经不错了。那就算本科系的来，基本也是从头学起。事实上也不是只有我们这个行业啦，因为我以前在干会计事务所，那我也是负责招人，然后也是会遇到就短期的，就来然后一下没办法适应，然后就自请离退的。然后这个还算不错，他虽然想跑，但是最后同事劝他，他留下来当面，他也没跟我解释他为什么不做，他就是觉得他要走。那我们遇过的是说来干1天，然后就过年，过完年他要来正式上，所以他是过年前先来打1天工，过完年之后传个赖就结束了，然后他跟我要钱，那钱当然是要给他，但态度很差，你知道吗？意思是一副我拖欠他薪资。我想说不是大姐，你来，然后过年期间我们一样加保，我一样付他劳健保钱，然后他就说要离职，所以他也不早点讲，所以他只上班1天，但那一次因为过年是9天，所以再加上其他前后假，我大概我帮他付了快半个月的劳健保的费用，所以也不是第一个来1天的啦，就是我这样也有来3天的嘛。那而且就以前在会计事务所也遇过嘛，就来个几天就不行的，还有那种来1个礼拜表现其实不错结果呢带妈妈来辞职，我说不会你女儿表现得很好你干嘛就是这样所以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这样就说我觉得这整体就是台湾整个企业的一个巨型的冲击啦。那冲击的最前线是中小企业，因为年轻人他有选择嘛。其实我们开的薪资是比外面高的，因为你要跟大公司竞争嘛，大公司都是开底薪，我们都比大公司的底薪还高。那像做得好的，我们长期就是签约要不然就是转正职这样子。这个事情我原本以为是我遇到的特殊状况。那我亲姑姑啦，在台北的，她也是在大公司做人资，然后她就是专门负责面试跟过履历这一些的。然后我有跟她讨论这件事，她跟我说他们也是这样，所以我觉得应该不是我们公司的问题啦。这是台湾目前的困境啊，就是说你要创新创业，问题是整个的社会风气已经彻底的改变，所以我认为未来中小企业一定会倒一大片，真的会受到巨大的冲击，因为你基本上你很难运作嘛，因为你人的部分真的是一个巨大的困难。那一天我们水电师傅他也有自己一间公司他就变1人公司他说因为现在师傅太难叫啦，师傅都是老的在撑5、60岁的在撑40岁的要叫不动他要么他厉害他已经自己当师傅了，要么他就是混1天等1天
对啊，那在20岁就没人要做了。而且我跟你讲，基本工资一直升哦，其实也是直接在残害整个产业，因为等于说老手要升薪资的空间就变得很紧迫。现在可能工作的机会真的很多，所以大家就是可以随意移动，反正再大不了就是去麦当劳有个兜底嘛，不然骑个外送 Panda 之类的也可以个兜底。他现在是这个样子嘛，那所以其实大家就不怕失业嘛。所以我个人是觉得这是我们台湾现在社会环境的一个部分啊，就是整个就业人才它的内容下降很多。那我认为这个是学校教育的问题。学校教育里面强调快乐成长嘛，强调多元学习，但是其实学习变得很破碎。那我自己感受到的是台湾人力的流失是很严重。我们这遇过各种理由啊，我再随便讲几个，跟男朋友感情出状况的辞职，工作3天，第1天剪出来的东西实在是不太行，所以就跟他讲了一下，第1天就眼眶含泪，但其实真的是不行，那个片放出去会死人的。然后第2天呢就已经快撑不下去了，然后接下来就哭了，然后第3天呢就哭就辞掉了，就是这样。你就觉得哇，我是这样子的，我一直觉得就互相说，因为现在孩子嘛，其实你说早熟也早熟，但是早不熟也早不熟。就早熟的部分是他很早接触到很多的 idea 跟资讯，所以看起来很早熟，但是其实每个想法都很不成熟。我觉得它是整个社会的一个问题啊，这个问题你没辙啊，因为就像我们之前分析吧，现在你看到以前年轻人如果躺平，你会骂他说懒鬼，宰我昼寝，朽木不可雕也。你看孔老夫子所骂人，骂的可真狠啊。那我们现在的教育呢，有一些人他确实有一点点能力，可是他的能力其实根本没有封顶，但是他又觉得他已经封顶，所以他听不了人家的话。我觉得学校这一块是完全没有教的，导致说他们进入职场的第一课的时候很难，那就只能靠家庭教育。我们的教育没有告诉孩子们什么是社会的实体面，而是基本上都是给孩子一个很宽容的空间。其实老师们也怕失业嘛，还有老师也不想沾麻烦，造成的结果就是要快乐没到快乐，但是要填鸭没到填鸭，所以就形成一个四不像。你看美国就真正快乐教学，对不对？该哈草去哈草，对不对？该飞车抢劫去飞车抢，该零元购去零元购，该读博士去读博士，该去打球去打球，至少快乐嘛，对吧？台湾不是，台湾要快乐没快乐，要填鸭没填鸭，可是功课压力还是大，形成一个要上不上，要下不下，所以导致你看进场的几乎都是外劳，然后呢态度也不见了，因为他有一点快乐嘛，所以又没有态度，然后填鸭填一半。所以快乐理论上带来思想的解放，但是又不够解放，就变成这上上下下你什么都没有，就这个概念已经模糊，就它都没有一个东西做成的。台湾这点不就这样吗？填鸭教育不是坏哦，我也被填鸭教育到啊，可是我觉得我们确实学到很多扎实的东西啊，所以我觉得是这样。其实也不是单纯就是说剪片的问题啦，就是说给大家了解一下，就是台湾现在工作现场的一个状况。